7月开始连续好几天的高温，让很多人都大喊热到受不了，而冷气也成为了大家不可或缺的家电。但你知道冷气本来不是要给人吹的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冷气的发明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今年7月的第一周是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周，全球日均温不止连续4天打破了过去10万年的纪录，西班牙更出现了超可怕的44度高温。在台湾热的要命也不再只是形容词，光是7月1号到9号，全台湾就已经有274人因为热伤害去看急诊。天气这么热，越来越多人离不开冷气房。除了有网友传迷因向北极熊忏悔，还有人传了冷气之父威利斯开裂照片，感谢他发明冷气，造福全人类，甚至有人封他是救世主。不过，其实开利开始发明冷气，并不是要给人吹的，目的也不是要用来降温。那到底冷气为什么会被发明出来呢？又是如何普及的？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我们又要怎么样吹冷气才可以清凉又省电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天气好热，好想放假哦！今年夏天你想要展现怎样的度假风格呢？黑松 CNC 与服饰品牌 Plan Me 推出了6款夏日度假的限定联名商品，从7月20号开始就会在 Plan Me 独家贩卖，而且只要在8月8号以前购买 CNC 柠檬或葡萄气泡饮，再到黑松的 LINE 官方账号登录瓶盖内的序号，就能够立刻拿到 Plan Me 的200元折价金，更有机会抽中 Plan Me 5000元购物金、联名商品和东京迪士尼双人行。此外，登录指定通路发票呢，还能够参加额外的抽奖，像是在 7-Eleven 购买就有机会获得只送不卖的独家联名礼盒，把联名商品和气泡饮带回家。现在就去买 CNC 气泡饮参加抽奖吧！更多的活动资讯请参考资讯的连结或持续追踪黑松 CNC 品牌粉丝页哦。威利斯开利被称为是冷气之父。1876年出生在纽约，爸爸经营农场，妈妈则是开利的启蒙老师，教他如何发现问题，并且培养他解决问题的能力。开利小时候就跟着妈妈学习修理钟表、缝纫机等等机械，在11岁就拥有超强的创造力跟手作能力。此外，开利的功课也很好，不止成绩名列前茅，18岁的时候还拿到了奖学金，进到了康奈尔大学攻读机械工程。1901年大学毕业之后，开利进到了水牛城锻造公司工作，这是一家制造暖气设备的公司。进去的第1年，开利就设计出了一款可以用来干燥咖啡的系统，一个用来烘干木材的火炉，甚至还做了一个研究，帮公司的冬季暖气费用省下了4万美元。如此杰出的表现呢，让公司非常的欣赏他，不但提拔他担任工程部门的主管，也很放心的呢，把最困难的客户交给了他。但是这个客户却让开利遭遇到了史无前例的挫败。这个棘手的客户是纽约的一家印刷厂，当时的印刷技术一次只能够印一种颜色，所以一张图片呢必须要经过好几次的印刷才能够大功告成。可是因为天气实在太热，空气的湿度很高，这些纸呢在第一次印刷的时候成品还 OK， 可是到了第2、第3次，纸张就因为湿气而扭曲变形，油墨没有办法精准的印在想要的位置上，最后成品惨不忍睹，让印刷厂相当的苦恼。在理解了客户的需求之后，开利投入多次的研究，有一次他还把松散编织的粗麻布做成滚筒毛巾，沾上用来当干燥剂的氯化钙，放在工厂吸收湿气。这个尝试刚开始成功了，空气当中的湿度真的降低了不少。但氯化钙在吸收水分之后会产生热能跟盐水，这个随之而来的副作用反而又制造出了更多的问题，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被打枪了好几次的开利苦恼了好久哦，直到他在火车站等车的时候，突然灵光乍现。当时匹兹堡车站被浓雾笼罩，开利眼前盯着前方的雾气时，脑中突然闪过了温度跟湿度的物理现象。当气温越高的时候，空气当中能够容纳的水汽越多，湿度就会提升。那如果气温降低，能够容纳的水汽就会变少，空气当中的水汽就会凝结成水滴。这也就是清晨跟黄昏会产生雾气的原因。开利就利用这个简单的现象，设计出了一套除湿系统。他先让冷却的氨水呢，在封闭的金属盘管当中循环，接着用风扇把空气抽入机器当中。当空气接触到低温的盘管时，水分就会凝结在低温的盘管上面，而机器呢，再把水跟空气分别排出，就可以达到除湿的效果。整个运作的概念呢，就有点像是我们把一杯冰冷的饮料放在桌上，当空气接触到冰冷杯壁，就会凝结成水。那也因为空气也同时被
降温哦，这个除湿系统所排出来的空气也会跟着变冷。在1902年的7月17号，世界上面的第一台冷气机就此诞生。当时除了印刷厂、纺织厂、制药厂、糖果厂都很需要控制湿度，所以冷气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销量超级好，甚至还卖到了日本去。只不过当时冷气的服务对象主要都是工厂的机器，人类只是顺便吹一下。直到了20年后，情况才开始有了改变。在1924年的夏天呢，一家位于美国底特律的商场，因为天气实在太热常常有人逛卖场逛到一半就中暑昏倒。老板觉得这样也不是办法，决定搬来3台冷气机，试图要降低卖场温度。没有想到呢，冷气的效果惊人不止确实的降低了温度，吸引了更多顾客上门，还因为太过舒适顾客逛街的时间增加，买的东西也跟着变多，商场的营业额蒸蒸日上。除此之外呢，洛杉矶的一家剧院也开始装冷气，他们用1年4季都能够舒适看电影当噱头，吸引到了超级多的观众。从此，冷气机开始走入一般大众生活，并且以舒适的名义被广泛的应用在提升生活的品质上。像是夏天动不动就飙破36度的台湾，就有高达90%的家庭安装冷气。但奇怪的是温度同样连续飙破纪录的欧洲，装有冷气的家庭却不到1%，这又是为什么呢？根据国际能源署2018年的报告，在日本跟美国有超过90%的家庭安装冷气，而韩国呢有86%，中国则是有6%。不过，如果问到欧洲，大家可能会很惊讶，因为在欧洲有冷气的家庭平均不到10%，其中英国5%，德国只有3% 左右。难道欧洲人比较不怕热吗？可能不是。其实欧洲的办公室还有商业空间通常也都装有冷气，但在一般人的家里呢，冷气却非常的罕见。有人认为原因是欧洲人比较在意环保议题，觉得冷气会伤害环境又很浪费资源，天气热只要到凉爽的地方避暑就好了，家里没有必要装。但有人认为主要原因可能是在欧洲装冷气的 CP 值太低了。过去欧洲的夏天呢，大部分地区都很少超过30度C， 就连电风扇呢也都只是开个2周而已。但在欧洲，如果要装1台冷气，花费却超级高。有留学生就分享法国规定装冷气必须要找有证照的专业公司，冷气机再加上安装的费用，1台冷气要价台币76000元。而除了装冷气很贵，欧洲的电费也很贵。德国1度电呢就将近台币10.5元，让很多人想到电费单就直接放弃。不过近年来地球暖化，欧洲的气候比起过去炎热很多，去年的热浪更在欧洲各地造成1万多人死亡，所以现在呢，有很多的欧洲人也开始拥抱冷气。英国大型百货公司的发言人跟表示与2021年相比，2022年的冷气销量就飙升了超过5倍。最近的研究也发现，德国家庭安装冷气的比例正在上升，预估到了2030年呢，可能会从3% 提升到13%。但随着欧洲各国装设冷气的比例增加，有很多的环保人士也担心，这样子一来，不只会让气候的问题更加恶化，地球的资源也会被快速的消耗。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讨论看看那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让我们在吹冷气的同时，又比较不会消耗这么多的地球资源呢？首先，大家都说传统的定频冷气比变频冷气还要便宜，是因为定频冷气比较耗电，但其实答案可能是不一定。冷气最耗电呢，就是启动压缩机的时候。定频冷气的运作方式是，当室温降到指定的温度后，就会立刻停止运转，等到温度上升之后，才会重新启动压缩机。持续开关压缩机呢，会消耗很多电力。而变频冷气呢，则是达到指定温度之后，会改用低频的方式运转，不会关闭压缩机，所以在长时间使用的情况之下，变频冷气确实会比较省电。不过，如果是很少用冷气顶多是睡前开一下，让房间冷却之后就会关闭冷气的人，那可能呢就比较不会有重复开启压缩机的问题。购买价格比较低的定频冷气就已经很够用了。而再来刚刚提到，减少开关压缩机的次数可以省电，所以网络上面也有很多人在流传变频冷气不要关反而更省电。这是真的吗？根据台电的资料，每开一次冷气，启动压缩机大约会耗费 1.3 度电。那我们试着计算了一下，一般的冷气功率呢，大约是落在1到2千瓦左右。也就是说，吹1个小时的冷气呢，大约会耗费1到2度电。但变频冷气不会一直维持着高功率运转，实际的耗电量应该还会更低。所以，如果只是短暂的出门1-2个小时，把冷气调成送风模式，或者是调个温度，可能会比关掉冷气再开还要来得更加省电。
但如果是24小时不关冷气，跟只吹8个小时相比，整天都开冷气应该还是会比较耗电的。不过实际上到底离开多久要关，多久要一直开着，还是得根据每个人的冷气功率、使用频数、日照条件以及设定的温度来判断，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那听到这里可能有观众会好奇，又不是每个人都有变频冷气，那如果想要吹冷气又想要省电，还能够怎么办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看了资料，可以简单粗暴的回答，把温度设高一点点。根据台电的资料呢，冷气每调高1度就能够省下 6% 电费，因此要省电呢，温度绝对是重点。不过吹冷气就是要凉啊，设太高不就没有意义了吗？所以台电呢也建议大家尽量的把冷气的温度设在26到28度之间，只要搭配上电风扇让空气循环，就能够凉爽又省荷包。除此之外呢，冷气的滤网也是省电的重点。冷气在运作时会吸入灰尘，而灰尘除了造成空气品质变差，也会导致冷气的效能降低。如果能够固定2到3周清洗滤网，还能够再省电10% 哦。其实我们原本对于要不要开冷气感觉有点复杂虽然觉得很热很想要开冷气，但是开的同时呢，却常常伴随着罪恶感。像过去我们都知道臭氧层会破洞跟冷气会用到的冷媒有关。虽然经过了科学家的努力，目前市面上常见的2种冷媒都已经不会再对臭氧层造成威胁，但取而代之的是冷气会排放温室气体，造成全球暖化。所以每次开冷气时呢，我们脑中呢都会不自觉的想到北极熊贴在越来越少的冰块上面，感到有点愧疚。不过这次在找资料的时候也发现冷气也不全然带来了坏处，它其实也为世界带来了很多正向的改变。像《时代》杂志就曾经报道，打字员从普通办公室转移到凉爽的办公室时，工作效率提高了 24%， 而冷气的发明也让美国南部的婴儿死亡率大幅的降低。近年来的欧洲热浪也是靠着冷气拯救还有改善了数百万人的生活。那我们认为在目前的气候环境之下，要大家不开冷气保护地球其实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要怎么样在自然环境跟人类的舒适度之间取得平衡，就变成了目前最重要的课题。那除了我们今天分享的节能方法，也希望在未来随着科技进展，冷气能够持续的发展出对于地球更友善的技术，让人类还有地球都能够永续的存活。最后我们也想来问问大家天气这么热，除了开冷气，你还有什么消暑秘方呢？冰我都吃冰。B 当然要去游泳可以运动又很消暑。C 我靠念力心静自然凉。D 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冷气的故事。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 SDGs 以及臭氧层的破洞。那么今天的这一期知道什么搞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